凭什么？到底是凭什么白人女生的喜好就可以代表所有女生的喜好？被白人女生看上的男人凭什么就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是不是应该由我们这些食物链顶端的人来判断哪一类男人好，哪一类男人不好呢？Hello， 你好吗？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个事儿呢，我必须跟你们好好的唠一唠。最近呢，我刷到一个视频，讲的是为什么亚洲男生不受欢迎，不仅是不受白人女性欢迎，甚至是在整个这个相亲市场上都是最不受欢迎的那一类人。我觉得呢，总的来说，这个 UP 主说的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我非常反感现在的这种价值观，这种评判标准。很多看这类视频的亚洲男性观众都是未婚的，我真的不希望这些未婚的男孩子被这种畸形的价值观所影响。让我最看不下去的就是他中间放的两段在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种族关系的课上的这两段视频。第一段呢是问在座的一些看起来是黄皮肤，但是其实是在白人家庭中长大的，就是思想是非常西化的这个女生，亚洲男性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吸引力？ Asian men attractive? Dude, all the Asian men in the world are waiting for your answer. Do you find Asian guys attractive? You don't? I apologize, but I do not find Asian men attractive, no. Whoa, all right. Go ahead. And you? Yeah, I don't really either. You don't either? No offense to anyone. Whoa. 太想吐槽一下了。第一，他们的观点不代表所有女生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也甚至都代表不了白人女性的观点。仔细看一下他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一种嘲笑的讥讽的态度。那其实这个教授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能感受到，他这个教授希望得到的答案，甚至是整个课堂的人希望得到的答案，就是他们这种态度，就是承认亚裔男性确实是没有吸引力。觉得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你可以说这个群体我不喜欢，但是对于这种态度、这种氛围，我是特别不喜欢的，我真的是要好好吐槽。第二点就是凭什么？到底是凭什么？白人女生的喜好就可以代表所有女生的喜好？被白人女生看上的男人凭什么就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如果说亚裔女性才是在婚恋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一群人，那么是不是应该由我们这些食物链顶端的人来判断哪一类男人好，哪一类男人不好呢？为什么非得请这些人去判断你是不是好，你是不是受欢迎，你是不是 attractive 呢？第三，其实我之前是看过有一些街头采访的，就是亚裔男性在很多时候给人的刻板印象，确实就像这个博主说的，就是因为长久以来就是影视剧啊，包括身边人对很多白人这个群体的教育，就是那亚裔男生普遍来说是比较瘦小的，比较保守的，比较就是会 focus 在学习上，然后比较没有这些浪漫的主义啊，也不有趣，比较呆板的。但是呢，我们站在现在的时代下，现在的语境下去考虑这些个刻板印象，其实很多东西都在慢慢的被颠覆。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不愁吃不愁穿，还哪有那么多人身材瘦小行为枯槁啊？说其他东南亚国家我不敢说，我起码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男生的身高真的是一代比一代强的，并且很多特别是在海外生活了很长时间的男生，他们其实是还蛮注重身材的保养的。再来说普遍比较保守，比较闷，性格比较内向，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不自信。这确实是就是我们华人我们亚裔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但是我会感觉慢慢的随着自己国家越来越强大，然后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增强，在社会上越来越有话语权，其实这种现象也是在慢慢改变的。再来说最后一个，就是普遍是比较保守的，更会花很多的精力去扑在自己的学习上啊，或者是事业上，给人的感觉就是并不是很善于社交，并没有很幽默，并不是很懂得制造浪漫。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起码是对于我来说反而是一个优点。你呼朋唤友，你花时间去娱乐是简单的，而真正一个人有这样的毅力，有这样的恒心去静下来做一件对自己长远发展有益的事，这种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才是可贵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正是我们很多华人男性身上非常宝贵的一点。第二段视频也是我非常不能忍受的。For Andy, what's your name, bro? Chris. Chris. For Andy to compete with Chris on the dating market, okay? Andy has to make
on all the dating apps in the dating market, okay? And he has to make $247,000 more per year than this dude right here. Right? $247,000 more per year to be equal to him. 我真的是要好好吐槽一下，亚裔男性要比一个白人男性多赚每年25万。那我们假设这个年平均收入是5万多，也就是说一个亚裔男性他需要是赚30万一年的年薪，才有可能在这个婚恋市场或者在 dating 市场上跟白人男性有一样的价值。你们仔细品一品这个状态啊，就是一个人如果说年薪30万的话，已经是收入前5%到10%的人了。那这种状态下的所谓 dating 或者是这个婚恋啊，它都不是说我跟这个人在一起，然后我找了一个很有上进心、很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而是说我找了这个钱，然后顺带送我一个老公。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看的，反正我自己感觉是侮辱性挺强的，这种价值观我是非常不认可的。第一，亚洲女生不比白人女性差，所以我不觉得被亚洲女性看上的男生就一定比白人女性能看上的男生差。第二，就是白人女性更有可能看上白人男性，就像亚洲女性更有可能看上亚洲男性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就是更容易被自己族裔的人吸引，这是有心理学研究做支撑的，就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通过这个东西，为什么就可以得出亚洲男性更不受欢迎的这个结论呢？我是非常不明白的，逻辑上它是行不通的。第三，你们觉得亚洲男性不找白人女性，真的是因为白人女性都看不上亚洲男性吗？不是这样的，起码我知道的，我身边的很多人，他们不找白人女性，是因为就是没有兴趣，就是看不上啊。人就是会更容易被自己族裔的人吸引。亚洲男性从这个本身的意愿上来讲，当然是更容易找到亚洲女性。再说了，亚洲女性本来就这么受欢迎，被公认的是更有女人味的，更懂得保持身材的，更不显老的，更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的。所以亚洲男性已经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了，为什么这样不可以呢？为什么非要是通过来找一个白人女性来提升自己的价值感呢？我知道生活中一些很垃圾的价值观它是存在的，但是我本人是非常不认同的。一旦是一个亚洲男性找了白人女性，然后其他的亚洲男性就会在旁边明里暗里的这种羡慕嫉妒恨呐，然后这个找了白人女性的男生呢，就会有点沾沾自喜，就觉得哎呀，我泡到了一个洋妞。我觉得天哪，就是你到底是在跟这个人谈恋爱，你到底是喜欢他这个人本身，还是你只是看上了他的肤色呢？你跟他在一起到底是为了甜蜜的稳定的亲密关系，还是只是为了你自己的面子，为了你自己的虚荣呢？而我们亚裔在白人社会本来就是受歧视的，为什么你要身体力行的去助长这些歧视呢？我们不能跳出这个思维框架，实行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吗？下面呢，我就想跟未婚的女性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亚洲男性是很不错的，并且如果是你从婚姻的角度去想的话，亚洲男性绝对是一个更优的选择。因为首先呢，第一点，你虽然是如果你找白人男性的话，我们诚实的说，你是可以更容易的找到一个更高一些的、更健壮一些的，甚至是更帅一些的，但是他们的毛发都是很旺盛的，他们绝大多数人身上都是有体味的。没有体味这件事情真的是亚洲人的一个独有的上天赐予的礼物呀。就是你在正常的工作当中，特别是你如果是在坐办公室的，你可能这一点感受的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因为很多人都是早上晚上都洗澡，并且他们会在身上喷很重的香水。但如果你真的跟一个白人交往的话，这个味道我不是说你一定会受不了，但是一定会成为你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困扰。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理财的角度来讲，其实呢，这个亚洲人呢，特别是我们已经来到国外的亚洲人，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是更能吃苦的，更有长远计划的，更可以延迟满足的，更有耐心，更有持久性的，绝对是更努力的。所以当白人在这个及时享乐的时候，亚洲人可能真的就是在埋头苦干，他是更有规划、更有计划的。那你跟这样的人结婚一定是更踏实的。我们亚洲女生本身当然是不差的，我们是有足够的赚钱能力的，
但是我们结婚的目的是，无论在生活方面还是在财政方面，都是要起到1+1大于2的效果。如果你是那个勤俭持家的努力生钱的人，而他是一个即时享乐的人，你的现金流再好也扛不住一个拉后腿的人呢。第3点呢，就是跟家庭的关系方面，其实我很真心的说啊，华人家庭、华人的父母是最努力的支持孩子的，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经济上。当然呢，我这里不是支持大家去啃老啊，而是我觉得一个小家庭，特别是一个刚刚组建的小家庭，你能得到原生家庭的帮助，能得到老人的帮助，和得不到老人的帮助完全是2个状态，这个小家庭的运转的效率完全是不一样的。说到这里呢，可能有一些女生会跟我杠啊，就是你只说了这个华人男性、亚裔男性的好的方面，那不好的方面呢，可能他们会更加的大男子主义一些，男女更加的不平等一些，而在西方国家呢，大多数家庭男女更加的平等一些。我这里想说，任何的平权，任何的平等，都是要建立在你有实力的基础上，都是要建立在你的经济和人格独立的基础上。自身强大了，你的经济和人格都是非常独立的情况下，你嫁给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坚决的要求平等，坚决的要求对方参与到育儿，参与到家庭中来。而相反，如果你没有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你就没有话语权，你嫁给任何一个人最终都是悲剧收场。我说完这些呢，有些人可能会说，那异国婚姻就不能选择吗？异国婚姻就不好吗？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是选择异国的婚姻，其中大部分人一直到现在也都过得很好。我并不觉得选择其他族裔的人是不好的，都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偏好，这个是没有什么对错的。我只是希望当大家在选择伴侣的时候，看重的是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肤色。找到伴侣之后呢，也不要因为伴侣的肤色而对自己的价值有高下之分。生活都是自己的，那些不悦耳的声音就当他们是放屁吧。那对于这个话题，视频前的你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把你的见解和你的故事分享到这个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期待看到你的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